这眼瞅就要过年了呀，大家都马上做总结。咱这个邻居菲律宾啊，那也没闲着。小马克思啊，可能是觉得今年的 KPI 还没达标，或者呢是怕这个美国主子啊忘了发年终奖。于是乎，在12月11号和12号，那是精心策划了一场大型连环碰瓷秀。先是11号啊，派了一堆渔船，那是真渔船吗？那是群演啊，打着这个捕鱼的旗号啊，往咱们黄岩岛领空那儿蹭。那天上呢还跟着小型飞机啊，这里面还坐着记者，长枪短炮的对着拍。这就跟那个碰瓷儿老大爷似的，还没躺下呢，旁边拍照的就先就位了呀。这第二天12号又转场去了仙宾礁，这一次更热闹啊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带着渔船在那边滋事挑衅啊，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，咱们中国海警那是吃素的嘛，依法管控，坚决驱离。据说啊，这一次咱们是动了真格的，高压水炮一开啊，那就是洗澡服务啊！这路透社都报了啊，说这个菲方船只啊被这个水炮攻击，有的铆链都被割断了。菲律宾那边立马就开始哭诉啊，哎呀，我们3名渔民受伤了，船坏了，中国以大欺小了。哎，你看这画面啊，是不是特熟悉啊？从年头演到年底啊，这剧本都不带换的。碰瓷儿、被资、哭诉、找美国告状，这简直就是菲律宾现在的国家生存战略。这个菲方公布的视频里啊，在那强大的水炮压制下，他们的船像风雨中的烂树叶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可是这正是小马克思要的效果，对于他来说，几个渔民受不受伤那是小事儿，哪怕是真出了人命啊，只要能让他那张贪腐的脸从这个头条上撤下来，只要能换来美国的一句坚定支持，那这一切啊都值了呀。这事儿啊，你别光看热闹，得看门道。这个小马克思这一招啊，那是一石二鸟的毒计。先说这个对内啊，最近菲律宾国内那是乱套了。前段时间发大水，那叫一个惨啊！结果大家一查，防洪工程呢全是幽灵工程啊，钱花了，爸没见着。菲律宾财政部啊自己都承认了，有1185亿比索，差不多是148亿人民币的防洪经费去向不明了。这钱去哪儿了？鬼知道。反正大家都盯着马克思家族和他那个亲信小集团呢。那当年他老爹老马克思呀，那可是偷国库高手啊。这小马克思看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。这个时候老百姓要造反，副总统沙拉要查账，咋办呢？赶紧找个外部敌人呀，去南海闹一闹，把大家的火气引到中国身上。哎，你看啊，不是我贪腐，是中国欺负咱们呀，这不就是典型的转移矛盾吗？再说说对外，小马克思心里面虚啊，他那个总统宝座啊，那是摇摇欲坠，他得找靠山。靠山是谁？美国和日本。就在12号那天呢，他这边啊刚被这个水炮滋完，那边国防部立马发声明，说啥呢？说菲律宾深切关注中国军机雷达照射日本飞机那个事儿，还说要坚定支持日本立场。这就叫投名状啊，意思就是大哥二哥，我都帮你们咬人了，我等挨揍了，你们可不能不管我呀。他得时刻彰显这种美菲同盟，因为他最怕的就是被美国当成弃子给扔了。还有那帮女记者啊，比如那个什么 ABS、CBN 的比安卡里，每一次这种烂戏啊都有他的身影。他们的任务就是现场直播，在那边演悲情戏啊，把这个中国海警啊说成是恶霸，把菲律宾呢说成是勇敢的小白兔，以此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，来操纵舆论。哎，你说这个菲律宾是不是傻呀？其实吧，他也有点小聪明，他知道中国为了大局不会轻易开第一枪，所以呢，他就敢在那儿反复横跳啊，觉得反正死不了啊。但是哦，他这种小聪明啊，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现在整个东南亚是个什么局势啊？大家都忙着发财。东盟现在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啊，把欧盟啊都超过去了。特别是特朗普又要搞关税战，这个时候呢，东南亚就成了中美角力的香饽饽。哎，你看这个越南、印尼、马来西亚，那是一个个精得跟猴似的呀。在中美之间是左右逢源，两头吃红利。今天跟中国谈基建，明天跟美国谈投资，这叫智慧。就菲律宾这一个奇葩啊，他是真的头铁啊，非要一条道走到黑。小马克思呀，甚至还让美国把那个低风导弹系统部署到吕宋岛，这是干嘛呀？这是拿着把破枪指着中国的脑门啊！那作为反制，你猜猜中国有多少导弹正瞄着吕宋岛？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智库都急了呀，好几次提醒这个菲律宾啊，哥们儿啊，你别发疯了，你想死别拉着我们垫背啊，我们还要发展经济呢，不想跟你一起搞得东盟分裂啊。
这就好比大家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这菲律宾呢非要在桌子上拉屎，哎，你说这个人能不招人烦吗？那现在的菲律宾在这个东盟那帮兄弟眼里那就是个傻子加搅屎棍儿，这个作死是有代价的。那这个代价谁付呢？肯定不是小马克思，是菲律宾的老百姓。咱们先说水果这当年老杜在的时候跟这个中国关系好，菲律宾的香蕉、榴莲那是一船一船的往中国运，中国市场大呀，给这个菲律宾的香蕉留了差不多40%的份额。那个时候呢，棉兰老岛的果冻那是数钱数的手抽筋可是现在呢，小马克思这一闹，这个份额是直接腰斩，越南香蕉直接上位，成了中国老大的供应国。还有这个榴莲本来这个老杜都谈好了每年6万吨，结果呢，2025年上半年只卖了1300吨，全年呢也就2000吨左右，6万吨对比2000吨，这个差距我想想都替菲律宾果农心疼哎，小马克思以为他不管怎么闹，这个中国呢还是会照单全收，想多了咱们海关稍微查严一点，检测检疫稍微认真一点，你的水果就得赖在码头上，那些什么香蕉、榴莲只能赖在仓库里，赖在农田里。果农再哭，可是那些女记者会拍吗？哎，小马克思会在乎吗？再看这个基建菲律宾那个破路破桥那叫一个惨。这本来老杜跟中国谈好了3大铁路项目，棉兰老岛铁路、南线长途铁路、苏比克湾铁路。那这些项目要是建成了，菲律宾的经济能起飞。但是小马克思一路反骨，中国立马冻结了，没钱、没技术、没管理，菲律宾自己能建？做梦呢前期的拆迁费、征地费那是菲律宾自己掏的腰包，现在全打水漂了。哎，小马克思还挺硬气的，说找日本建，结果去找这个石破茂，找这个高市早苗，人家日本直接拒绝。日本现在自己都是一屁股债哪有钱给你填这个无底洞？他要去找这个美国，这美国倒是大方给了380万美元，几百亿的项目给几百万，还说是搞可行性研究，这不就是打发叫花子吗？而且这个钱呢还是赠款，潜台词就是那点钱呢给你买糖吃，别再来烦我了。现在好了，这周边国家都在搞基建，接产业转移，吃中国的红利，只有这个菲律宾被中国加1战略给抛弃了。外资一看这架势，谁还敢来电价是亚洲前3，物流效率极差，跟中国的关系又恶化。今年这个外资那是加速撤离，雷蒙多之前承诺的10亿美元投资特朗普一上台那更是一张废纸。最后哎，咱们说说这个小马克思的结局。副总统沙拉那边已经磨刀霍霍了要彻底查到了腐败案，要提前大选。小马克思为了保命只能继续煽动悲情继续在南海搞碰瓷儿，最好真的死几个渔民，他才好以此为借口搞这个紧急状态，甚至赖着不走。2025年这一年对于菲律宾来说就是作死的一年，自取其辱的一年。小马克思这是在拿菲律宾的国运去赌他家族的私利。他只要学他老爹把这个钱给搂够了，把这个美国主子给伺候好了，哪怕菲律宾洪水滔天，他大不了拍拍屁股流亡美国去当富家翁。可怜的是那些菲律宾的老百姓要在这个烂泥塘里挣扎。但是咱们也别太同情泛滥，这总统呢是他们自己选的，这路呢是他们自己要走的，咱们中国该做的仁至义尽了现在呢，菲律宾既然愿意当这个反面教材，那正好咱们就把它做成一个标本，挂在这个南海边上，给越南、给印尼、给所有东南亚国家看看这就是给美国当炮灰的下场，这就是对抗中国的代价。好啦，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啦。这出南海碰瓷记估计还得演几天，咱们就接着看戏吧。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